全球华语摩课室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台湾科技大学阮胜章教授，欢迎大家来参与这门物联网核心系统分析的课程。记得我们前面讲过 ，kernel 也就是核心，是整个作业系统的最底层，它负责了整个硬体的驱动，其中包含了防火墙机制、连接档案系统等等，这些都是由核心所负责的。因此，在开机过程当中，除了 MBR 之外，第一个读入系统记忆体当中的就是核心档案。换句话说，你想要硬体帮你达成的任何工作，都需要透过核心来帮你达成。如果你的核心并没有支援你的某项硬体设备，也就是核心无法认识你的某项硬体，那么该硬体也就无法在这样的核心底下工作了。举例来说，如果你有一个新的网络摄影机，但是你的电脑没有安装摄影机的驱动软体，那么很抱歉，你的电脑就不能支援摄影机的运作。同样的标准在核心上也是一样的。如果有人开发出一个全新的硬体，目前的核心不论 Windows 或 Linux 等作业系统都不支援，那么这个硬体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透过以上的举例，各位同学是否更了解了核心的重要呢？所以，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如何编译我们的核心。所以在今天的课程中，我们要来了解如何在树莓派上面编译我们的核心，让树莓派可以与 DS5 做连接。接下来，让我们的助教带大家一步一步编译树莓派的 kernel。各位同学，大家好。在编译 kernel 之前，我们要知道，因为 Streamline 依靠 ARM、Gator Linux 驱动以及 Gator Daemon 应用程式，所以在使用 Streamline 之前，我们有3件事情要先考虑：第一 ，Linux 的 kernel 配置；第二，编译 Gator 驱动程式；第三，编译 Gator 的守护进程应用程式。由于 Gator 驱动程式需要正在运行的核心原始码进行编译，因此前两者紧密愈合，并且需要 kernel source 来提供有关正在运行的核心性能的 source level information。在核心配置要考虑几个方面：第一，在核心配置中启用分析功能；第二，通过 device tree 连接 PNU， 使 PNU counter visible。第三 ，compile 和 debug 核心来获得 source code。Gator 的驱动程式可以在静态编译到 Linux 核心中，或动态加载到模组中。这2种方法都能成功编译。但加载模组通常是我们的优先选择，只有在因为安全功能或其他功能阻止时，才会 Gator 驱动程式编译到核心之中。我们建议在最安全的情况下，使用 root 的权限，在系统上进行 Gator Daemon 的运作。Streamline 还可以针对许多嵌入式开发板做连接，网络上可以找到许多的设置资料。我们这边编译的方式，主要是针对树莓派3与 Streamline 做连接，还有其他更多的 Streamline 使用资讯，同学可以参阅 Streamline 的开发人员使用手册。通常在安装完成作业系统后，还需装一些平常使用的工具。我们打开 Terminal， 输入以下指令来安装系统程式开发套件。在树莓派做编译核心，只需安装 BC Files 这几个开发套件。顺便说，如果树莓派已经有 Git， 我们就不需再特地安装。
那么我们就要使用 Git 来下载 kernel source。如果出现以下错误信息 ：error、RPC fail、result 等于56、HTTP code 等于200B、远程端意外挂断，使用以下命令扩转 POS 缓冲区大小。这样子可以扩展 HTTP 传输所使用的缓冲空间。接着就可以开始 kernel 配置与编译。进入 Linux 这个资料夹，编译树莓派的 CPU BCN2709。
然后之后开启 Debug Information 设定。进入到 Kernel Config， 然后我们选 Kernel Hiker。到达这边的路径是在萤幕的顶部，选择 Compile the kernel with debug info， 并点选空白键启用，然后选择底部退出3次，保存新的 Kernel Config。接着就要来编译 kernel， 在这个阶段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助教在之前的经验，树莓派编译核心大概都要2-3个小时。这时候的树莓派的 CPU 使用率会将近100%，所以树莓派会很热。大家需要注意树莓派的散热，也要注意树莓派的供电。完成 kernel 编译之后，要将影像的答案复制进去。这步骤完成之后，重开机来更新已经修改过的 kernel。
从开机之后，我们要来编译 Linux Perf。开启 Terminal。Linux Perf 可以用来确认效能及分析功能是否已经开启。这里包含许多事件以及有关 PNU 计数器的资讯。查看 Kernel PNU Event， 确认 CPU 的 counter 能被 Streamline 使用。接下来就要设置 Getter 的 driver 还有 daemon， 以用来做 Streamline 的连接。这里我们要来做 Getter Driver 与 daemon。我们一直讲到 Getter Driver 与 daemon 是要来做什么的呢？提供界面提取核心内容资讯，以及透过这个界面将获得的资讯向外传输。那么我们就来开始吧。首先我们要下载相关档案，先 download software。完成之后，我们要来编译 Kernel Module。复习应该已经是用于建构内核的 Linux 源代码的路径，这保证了 Module 是针对实际运行的核心编译而成的。这将会建好 getter.ko insert 到核心当中。再来编译 daemon。到目前为止，树莓派上的编译的部分已经完成了差不多。接下来在每次执行以前，我们要来执行 getter。
完成了上述的步骤，树莓派的部分就算完成了。现在回到我们电脑上，我们要来安装 Streamline 的电脑版。完成之后，我们打开 Streamline， 点选小眼睛。要是刚刚步骤都能正确无误的话，这里应该会出现一个树莓派能与电脑做连接的选项。这里要注意到，你的电脑必须与树莓派在同一个网域中。助教有2个方法与大家分享。第一个方法就是电脑与树莓派都使用相同的无线网路，确保双方能在网域中看到对方。第二个方法是利用以太网路线。如果还有问题的话，这里分享助教在过去所遇到的经验。有时电脑的防火墙会导致连接问题，在确定安全无虞之下，尝试关闭防火墙，或者是说电脑有安装 VMware 导致连接问题。如果还是没办法，
可以直接试试看 Set Target， 输入开发版的资讯后 install， 查询 IP 可以在 Terminal 输入 hostname-i， 或是在 WLAN 直接看 IP。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点选小眼睛 ，Streamline 会自动开启录制探测，按上面的 Start 可以停止做探测。下列为每一个的 task 的活跃程度，打开可以看到每个 thread 的活跃程度。感谢助教的解说，相信各位同学在助教一步一步的教学下，都能顺利完成树莓派的编译。如果在过程中有任何关于 Streamline 环境建制的问题，或是对于在编译过程中有什么心得，欢迎来讨论区跟我们做分享。这堂课只是让大家在 Streamline 上与开发版做连接，下一堂课的课程就要进入到 Streamline 的实力操作，让各位同学小试身手一下。那么这一堂课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喽。